我從我的身體和心靈經驗到，我非常需要罪，需要肉慾，追求財富，需要虛榮和最受輕視的絕望，好學會放棄抗爭，好學着愛這個世界，不再將它和我所期望的、所想象的任何一個世界相比較，而是讓這世界就是這個樣子，愛這樣的世界，樂於成為其中一部分。這句話出自赫曼·赫塞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奇怪的是，說這句話的人曾經是一個立志解脫輪迴的修行者，他是婆羅門之子，熟讀經典，精通冥想。他曾經加入沙門，極端苦行，試圖消滅自我。他親眼見過佛陀，聽過最圓滿的教法。他一生都在追求超越世界，但最後他卻說，他需要罪，需要慾望，需要墮落與絕望。為什麼？一個追求覺悟的人，為何必須經歷沉淪？真正的解脫，究竟是遠離世界，還是穿越世界？今天，我們一起走一遍悉達多的道路，看看他如何從否定一切，走到擁抱一切，也看看我們是否也在逃避某些必須親身經歷的東西。《流浪者之歌》講述一位印度婆羅門之子悉達多的求道歷程。他天資聰穎，深受父親與眾人喜愛，與好友葛溫達情誼深厚。自幼熟讀《吠陀與愛》一書，精於冥想與記憶，卻始終感到內心空虛。他意識到，傳統教育與祭祀無法真正解除生命的苦與靈魂的飢渴。為尋求真理，他毅然離家，與葛溫達加入沙門苦行者的行列。在沙門生活中，悉達多透過極端禁欲、冥想與自我折磨，學習離我之道，試圖借由否定自我而達到解脫。然而他逐漸察覺，這些修行不過是短暫逃避自我的方法，如同醉酒一般，並未真正破除輪迴與痛苦。他開始懷疑，學習與教導本身是否能帶來覺悟。此時，他與葛溫達聽聞覺者佛陀哥他瑪的傳說，前往舍衛城聆聽說法。悉達多對佛陀的平和與圓滿深感敬仰，承認佛陀確實證得解脫。然而在對談中，他指出，教義能說明苦與因果，卻無法傳達開悟的親身體驗。就無法透過言語傳授，只能由個人親證。葛溫達選擇皈依佛陀，而悉達多則獨自離去，踏上屬於自己的道路。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為自己做出選擇。離開佛陀後，悉達多產生深刻的覺醒。他明白自己過去一直試圖逃離自我，卻從未真正理解他。他決定不再否定世界，而是學習從自身與經驗中尋找真理。之後，他來到塵世，遇見美麗的妓女卡瑪拉。為接近她，他向商人卡馬斯瓦米學習經商，逐漸進入物質與情慾的世界。起初，他以旁觀者姿態體驗世俗生活，但日久沉溺於財富、賭博與慾望，內心變得空虛麻木，靈性幾近枯竭。最終，他在絕望中離開城市，甚至一度想投河自盡。就在河邊，他聽見內心深處響起俺的聲音，象徵宇宙的完整與合一，使他重生般的醒悟。他在河畔遇見船夫瓦蘇代瓦，船夫教導他的不是理論，而是傾聽河流的聲音。河流象徵時間與存在的整體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同時存在，生命與死亡彼此相連。悉達多逐漸體會萬物一體的真理。多年後，卡瑪拉帶着他們的兒子前來，途中遭蛇咬而死。悉達多得知自己有一個兒子，卻無法留住他。少年厭倦清苦生活，逃離父親。這段父子分離讓悉達多深刻體會愛與執着的痛苦，也讓他真正理解父親當年放手的心情。經由痛苦，他終於達到圓融，不再拒絕世界，也不再執着於解脫。最後，年老的葛溫達再度與悉達多重逢。葛溫達依舊追隨教義修行，卻尚未圓滿。悉達多告訴他，智慧無法傳授，真理不是概念，而是整體的體驗。當葛溫達親吻他的額頭時，看見無數眾生在悉達多的臉上交融，生死輪迴，苦與喜悅同時存在。他終於感受到那超越言語的圓滿。小說透過悉達多一生的漂泊，呈現一條由否定世界到擁抱世界，由追尋真理到成為真理的道路。赫塞以東方哲學為背景，探討自我、時間、愛與整體性的奧秘，指出真正的覺悟不再逃離生命，而在於深刻的活過。在《流浪者之歌》中，悉達多並不是歷史上的佛陀，
而是赫塞筆下一個帶着東方外衣的現代人。這個角色的精神核心，其實更接近歐洲個體主義的自我追尋，而非嚴格意義上的佛教修行者。從宗教角度來看，小說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誤讀。佛教強調無我、緣起與戒律修行，而赫塞筆下的悉達多卻始終把自我經驗放在核心位置。他拒絕佛陀的教法，不是因為教義錯誤，而是因為他認為覺悟無法傳授。這種觀點更接近存在主義與浪漫主義傳統，真理必須由個體親身經歷，而非透過制度或教團。此外，小說中對苦行、輪迴與涅槃的描寫也帶有西方想象色彩。沙門被描繪為極端否定世界的象徵，而佛陀則成為一種完美卻不可複製的典範。這種對比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上的宗教脈絡，而是服務於赫塞的思想主題：個體如何從權威中獨立。然而，正因為這種誤讀，悉達多這個人物才具有強烈的文學力量。他不屬於某個宗教體系，而是一種象徵，象徵人類在成長過程中必須穿越理想、墮落、愛與痛苦，最終學會與世界和解。赫塞並非試圖準確詮釋佛教，而是借用東方語彙，書寫一場內在的精神革命。與其說悉達多呈現的是東方宗教的修行歷程，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穿着袈裟的西方靈魂，外在是東方的苦行者，內裡卻是堅持自我完成的現代人。他的核心不是戒律與教團，而是個體經驗與自我實現。